欢迎收看第993期北京不静音。我先做一个提醒啊，今天这期节目呢，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分享一则非常黑暗的传说啊。那么心理承受能力低的观众朋友们啊，我建议你不要看，因为可能会震碎你的三观。我们先从哪里说起啊？就是很多人在支持于朦胧，对吧？但是现在既没有真相，也没有公道，警方也不立案，中共高层这个压力其实也给不到他们。眼看着这个事情呢就越来越冷，就要翻篇了，所以很多人呢只能从自己出发去做一个抵制啊，抵制天娱这家公司，抵制有可能涉案的一些人，他们的演唱会啊，他们的电视剧、电影作品啊，大家也只能做到这个份儿上，对吧？但是呢，我看到，因为很多支持他的人啊，来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我之前不是介绍了吗？有来自70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朋友给我留言。那他们之中呢，是怎么知道于朦胧这个事儿呢？是他们平时会看中国所谓内娱的出品的这些电视剧什么的，他们还挺喜欢的。我今天想做这期节目，就是告诉他们呀，你不只是要抵制天娱这一家公司，我希望你们抵制所有的中国出品的电影、电视剧、动漫，甚至包括这些短视频网剧、短剧，都去抵制它。为什么？因为它的内容这个内核有问题。今天就是想用这期节目告诉大家问题出在哪里啊。首先先看一看这些网剧来点轻松的还不是那个最黑暗的啊。你看看这个网剧的名字叫《霸道总裁爱上一身妇科病的我》，你看看这都是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价值观呢？这样的网剧还很多啊。你看还有一个霸道总裁爱上好吃懒做的我。当然现在这些照片我也很难核实是 AI 生成的呢，还是就是有这么个剧但是我也一点也不意外，中国会去拍这样的剧我一点也不意外。中国最喜欢拍的包括很多人认识于朦胧，就是通过一些仙侠剧，对吧？修真修仙这些剧。这些剧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我们先讲西方的文化是说呢，就是我们先不讨论，今天不讨论科学就是这个唯物论讨论这个进化论、唯物论，人的这个意识怎么产生的，从生物学上、认知学上，这个我们不讨论，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一套的，是吧？就是相信灵魂不灭，相信人死了之后，这个灵魂是可以去别的地方的，很多人相信这个。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去聊东西方的差异。西方呢是说呢，你这个灵魂你虽然离开肉体了，但是你要接受一个最终的审判，对吧？那根据你这一生的所作所为来判定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但是仅此就结束了，他就这一世，他不会去轮回。那你好人就上天堂了，坏人就下地狱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精神内核呢，它就会去约束人们在此生你要做好事儿，对吧？你要做好人，为了上天堂。因为一般来说呢，进入天堂或者进入地狱之后呢，你就固定在那里了，你出不来了。除非有一些特极端的情况有可能可以让你被从地狱赦免出来，但是几乎不用去惦记这种情况。那但是在东方呢，就是无论是中国印度佛教也好，印度教也好那么他们就是在讲究一个轮回，就是说你的这个魂灵你的灵魂它会就是有很多很多次的生命，对吧？那你像佛教里讲你有可能此生是个人，那你比如说做坏事了，下一生呢是变成畜生道那么畜生道呢，你可能遭受了一个悲惨的命运，受苦了，积了一些德或者
你的再下一世有可能又变成人，对吧？也有可能变成鬼，变成天人，变成阿修罗，就在那个六道之中去轮回。那其实轮回的这一个观念啊，在东方的文化里，它实际上呢是帮助人们啊，就是不要有那么深的一个执念对于此生啊，我此生我一定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啊？说没事儿，因为你有很多事，你可以慢慢来，你不要那么急功近利的去做，而且呢，讲究一个功德和业报，对吧？就是你做好事做坏事你一点一点的累积，这也是一个劝人去行善的一种法门，对吧？但是这些东西传到中国之后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真正精髓的这些佛教的这些精髓的思想啊不见了，它和本土的一些神鬼传说啊混合在一起。那么尤其呢是在中国共产党治下，这样的一个审查力度，就导致呢这些内容创作者啊，不管是电影电视剧的编剧啊，还是这个写小说的、写这个原创内容的、写网文的这些作家，那他们就会发现呢，有很多的东西都不能写。你真正探讨一些社会层面现实意义的作品不能写，你探讨一些真正跟宗教的这个我们讲啊真正的智慧有关的，你也不能写。那你最后能写什么？你只能写一些什么神呐、鬼呀、修仙呀这些故事，然后这些故事里呢都是神乎其神的啊，反正不碰触现实，不碰触政治，所以中国的这个内容创作这个领域啊是非常狭窄的。你别看市场很大，作品很多，但是它的题材、它的这个所涉及的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是非常有限的，非常狭窄。然后这么多的从业人员就在共产党允许的那一两个小的领域内去内卷啊。那么于是呢，它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任何不多元的环境啊，就会造成这个声音的极端化啊。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假想啊，你是一个很自由的，你可以看日剧、韩剧、美剧啊，各种剧你都可以看，我们就发现题材非常丰富，对吧？有探讨这个心理层面的、现实层面的啊，甚至犯罪层面的，你都可以去探讨。但是中国不可以，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啊，开始玩这个修仙啊。修仙呢，包括有的人说渡劫是吧？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首先灵魂是不灭的，然后呢，灵魂呢在这个过程中啊，你无非就是你就修行呗啊，你可能修行的好，你就比较风光，对吧？你就成神仙，你就位列仙班，你就可以怎么样，法力就大，对吧？那你修行的不好，你就法力很弱啊，你就甚至没有修得一个人形，你就躲在一个山洞里，你是一个半人半动物的，谁都欺负你。就是它还是一套这个强者说话算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呢，人们的追求呢，就是我要变得更强啊，更漂亮、更光鲜、法力更高啊，没有人欺负我，我的地位更高，在整个这个自然界里面。还是一种追求当人上人的这么一种价值取向。那么，当然了，这一切啊有一个更大的弊端，就是人们慢慢啊看多了这样的作品啊，包括这个写这些作品的人啊，他就形成一个观念，就是我在几世之中啊，我修行的过程中啊，我只要对我自己负责任就可以了。什么好啊，天地间的这个什么精华啊，这些我都吸取来啊，加到我这个生命体里，加到我这个灵魂里，我可以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造成别人的损失，造成别人付出代价，他是不 care，他无所谓，他会认为这是你的劫，是你必须要付的苦难，就是确实可能是我实际伤害了你在这一世，但我认为呢。责任不在我，而在于你的前一世，你可能造了孽，这就是你必须遭受的。
中国人等于用这一套说辞让自己免于了这么一种公众的责任，就觉得虽然是我伤害了你，但是呢，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你身上，是你的潜意识有问题啊，到我这儿只是碰巧你死在我的刀下了，你活该啊，你就自己去渡劫，下一世你也碰不到我了，你就自己继续去修行，我修行我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大部分的这些仙侠剧啊，目前这些网络电视剧的一个内容内核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看到了为什么于朦胧这个事情，很多人说什么献祭啊，或者什么养小鬼为自己等等，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案件背后啊实际情况是不是就是这样，这个我不知道现在，但是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是非常多的，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哎，你于朦胧这个事情也一定是这样，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尤其是娱乐圈，在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他们脑子里都是非常自私的，他们就认为啊，我牺牲了你的性命，或者我牺牲了你的钱财等等的，我让你付出代价，当然这些都吸取到我的这一条修行的路上了，对我是有利的就可以了，你怎么样，那是你的劫难。好，我们现在进入到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最黑暗的这个传说，这是我最近听说的，中国有这么一条黑色产业链，叫什么呢？叫转运珠啊。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啊，大家看到了啊，这个你可以在一些平台去搜这个上面这3个字转运珠。转运珠原本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觉得我的现在的运气啊或者命数不太好，我用一些方式，无论是去找一些高僧啊、开光啊，就是戴在手上的这种珠子，然后呢，通过这个东西来帮助我去转运，改变命运的珠子啊，是这个意思，转运珠。那但是呢，中间这个字“孕”这个字，在中文里呢，和这个孕妇的“孕”是同音字，所以呢，就很多人就把中间这个运啊，运气、命运，给改变成了孕妇。那这个转运珠就变成了一条什么样的黑色产业链了呢？大家看这个图片中啊，这有一位孕妇啊，穿的这个豹纹的衣服，就有很多人会发不同的孕妇的照片，然后由这些买家去选择你看上谁之后呢，好，这本质上是一个卖淫嫖娼的行为啊，就是买家付钱，然后可以和这个孕妇发生性关系。那么好，发生完性关系之后呢，按照他们的逻辑，就是说你身上的这个厄运就由这一次性关系转给了，还不是转给这个孕妇啊，是转给了这个孕妇肚子里的孩子，这个婴儿啊，胎儿啊，还没生出来啊，这个胎儿。那么转过去之后，然后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就是引产，就是这个孕妇啊，不管你怀孕几个月，就把这个肚子里的孩子打掉，就等于连同这个孩子加上和他发生性关系的这个买家的厄运加在一起，就好像用这个方式把运气转掉了，打掉了。甚至我听说有已经怀孕8、9个月的，还要把这个孩子也要打掉，那他们就是挣这样的钱啊。那么多少钱一次呢？我听说过一个说法是8000元人民币啊一次，就非常的便宜，非常的耸人听闻。这个传说，我很难去核实啊，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呢，我相信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他们干得出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非常黑暗的一个传说啊！我觉得愿意做这个事情的人啊，他们是这样，就是对于这些玄学啊，到底因为在我们正常人理解，那你干这个事情不是非常缺德嘛，对吧？你这不等于给自己积下了非常深重的这个怨念和业报，是不是？你就有问题了，这个事情做的造孽呀！但是呢，
对于同一个事情啊，在这个玄学里，你找不同的所谓大师，他给你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有的大师就是他在骗钱啊，他就会给这些买家说：“哎，这个没关系。”说这个孕妇本身，她就有这个，这是她的劫难，她在渡劫。那么好，你伤害了她肚中的那个婴儿，这些大师也会解释，是这些婴儿本身就是上辈子就是罪恶之人，他来这一世也是用这个方式渡劫，你不让他出生出来，对他也是好的，他就赶紧去参加下一次轮回了。就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办法。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可以把这种违法行为说成是一个让这些买家没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反而觉得，哎，我花钱是帮他在渡劫啊，当然同时也把我的这个霉运或者厄运带走了。所以他们就在这么一套这个洗脑下啊，这些洗脑其实也配合着中国那些大量产出的网文和这些垃圾的电视剧和网剧，就不停的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去酝酿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中国现在的这种流行文化是非常有毒的。所以我是想借这期节目啊，奉劝那些因为雨朦胧现在想抵制中国娱乐业的一些朋友们啊，我希望你不要仅仅因为雨朦胧，你看得更深一点，你抵制得更深一点，远离，因为中国那片土壤现在啊的这种，一个是党国啊一手抓住啊管控啊审查，就导致它出不来好的内容，但是出不来好的内容，市场又在这里，资本又在这里，这些公司从业人员都要吃饭啊，他也得写，对吧？共产党不让他写很多东西，那他只能钻在这一个狭窄的里面去胡写乱写。而且呢，最关键的是，真正能够给他们，就是你比如说，我不是说轮回这样的价值观不可以去讲，对吧？但是你讲这些东西，你要拿真正的佛法或者道家的一些好的智慧，你得拿这些东西出来。你写这些内容的人啊，这些编剧，你得懂，你得上过学，你得真的有人把这些高深的智慧告诉你，就是这个核心价值观的东西，你得先过关了，你写出来的这些剧本才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对吧？他们现在不管，他们现在就瞎写，所以在这个圈子内啊，从业的这些人，比如涉及这次雨朦胧案的很多人，对不对？都是编剧啊，都是什么小演员啊，他对这些事情啊，这些邪乎的事情啊，也是深信不疑。你让他去害一个人的性命，他真的也不太犹豫，他觉得无所谓，那跟我没关系。虽然我动手害死了你，那也是你的劫难，我就修行我的，反正我灵魂不灭。中国人很多人认为我灵魂不灭，我顶多是我做错事了，我受惩罚，我的灵魂可能受苦啊，可能几百年后我就又没事了，我就又慢慢修行，我又可以变成一个大仙了，我又可以翻身了。这个思想是有问题的。当然，你想这个思想怎么能够从人们的根深蒂固的这个观念里去剔除，或者让他这个思想能革新一下？那你需要大量的好的这种影视剧作品，对吧？但这些东西在目前中国又很难出产出来，所以这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啊！感谢收看、订阅、分享。